好的，這次世界杯到了最後，今天咱們從西班牙的角度分析決賽西班牙對阿根廷。那麼在決賽前最後一天，老 K 再從阿根廷的角度再分析一次，特別是博彩市場和資金流向估計也會有變化。那麼先說結論，老 K 仍然看好西班牙獲勝，最可能的比分1-0或者90分鐘內1-1。目前在賠率和盤口的資金方面，大眾資金大量的湧入了阿根廷夺冠或者阿根廷的盤口。此外，關於梅西的進球、助攻等等個人盤口，也是現在最熱门的串關選項之一。由於阿根廷屢屢在每次比賽的絕境中翻盤，普通大眾的資金对他們信心極強，堅信梅西的玄學和韌性，而專業資金仍然基於數據模型、基本面分析和盤口價值進行下注，通常逆向思考。半決賽後，專業資金更青睞西班牙隊，他們在這一次世界杯展現出極其嚴密的戰術的控制力，7場比賽僅丟了1個球。但同時，聰明資金也在警惕大小球盤口，因為決賽的容錯率更低了，而且阿根廷防守反擊的體系確實成熟，所以專業資金更傾向於押注總進球數比較少。那麼常規時間，西班牙獨贏的出盤水位大概在-164到-170。由於西班牙队統治级的表現和37場不敗這樣恐怖的連勝，決賽的盤口一開，大量的資金順勢湧入，促使西班牙的獨贏賠率略微的下降，而阿根廷作為衛冕冠軍，而且一路是逆轉，積累了巨大的情懷和球迷基礎，在受到裴西龐大的個人號召力的影響，公眾的熱錢在下盤不斷的進場，甚至在讓球盤、阿根廷受讓和奪冠的盤口上面都形成了不小的支持力度。現在在預測市場，西班牙奪冠的概率穩定在58%，而阿根廷買盤占到了42%。那麼老 K 今天也給幾個投注組合的建議，而到了決賽前最後一天，我會根據當時的資金流向給出最新的投注組合的建議。好，感謝大家的點讚、評論、熱推、分享，感謝您的訂閱。好，咱們繼續。那麼今天呢，我們給出的第一個組合，側重於通過大概率事件建立基礎的倉位，主要是依賴於西班牙隊極強的防守記錄，他們7場比賽只丟了1個球。而且決賽中雙方通常更加謹慎，所以可以先選西班牙捧杯，再加上全場進球數小於 2.5， 敢於承受風險的朋友甚至還可以加一個半場平局。第二種組合呢，利用專家的預測來獲取更高的回報，先選西班牙獲勝，再加上兩隊都有進球，而風險承受力更高的朋友可以考慮梅西有進球或者助攻，或者選亞馬爾有進球或者助攻。那麼這一次，西班牙是爭取自己隊史的第2座世界杯冠軍，阿根廷則爭取第4次奪冠，並且如果阿根廷獲勝，他們將成為1962年的巴西隊以後第1支實現世界杯衛冕的球隊。西班牙是最新的歐洲杯冠軍，阿根廷是最新的世界杯和美洲杯冠軍。這2支洲際冠軍球隊原本計劃在今年早些時候舉行一場歐美杯的對決，但後來由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入侵，整個中東的局勢受到影響，歐美杯被取消了。可都沒想到，現在以世界杯決賽的形式真正的上演，並且強調一下，這一次是澡盆德比，是梅西和亞馬爾2代巴塞羅那的左腳核心之間的对決。當時梅西給嬰兒時期的亞馬爾洗澡開光的時候，是2007年，梅西參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活動，和當時只是嬰兒的亞馬爾共同拍攝慈善日曆的照片。19年後，奇妙的命運讓2個人在世界杯決賽相遇，39歲的梅西對上了19歲的亞馬爾。這裡多說一句，老 K 剛看了11歲的亞馬爾代表巴塞羅那踢皇馬的比賽集錦，我也把鏈接放在今天比賽的簡介裡面，感興趣的朋友聽完了老 K 的節目可以打開看一看。那麼咱們回憶一下，在半決賽前，大家對西班牙能否控制住法國隊的速度和個人能力有很大的疑問，但最終西班牙2-0取勝，而且在比賽中的控制力被許多媒體評價為本屆賽事的最佳表現，市場的預期進一步向西班牙傾斜。而阿根廷隊雖然7戰全勝，但淘汰賽連續出現3-2、3-2、3-1和2-1，他們的防線承受的風險明顯高於西班牙。可以說跌跌撞撞4個字充分地形容了阿根廷晋級的方式，所以就非常像1986和1990年的阿根廷隊，多次陷入困境以後都依靠梅西替補的深度，例如老塔羅，還有所有队員比賽的韌性解決問題。這就跟西班牙隊更加穩定、更加可以複製的控制型比賽過程形成反差。現在雙方球員方面，亞馬爾在半決賽結束的時候離場的時候，他的腳有些輕微的不舒服，還有波羅因為身體負荷過大被換下。
不過大家可以放心，媒體已經確認，亞馬爾離開球場的時候狀態正常，波羅也主要是肌肉負荷，兩個人預計都可以參加決賽。而阿根廷隊在半決賽前後也沒有出現新的主力傷缺，西班牙預計會繼續沿用他們半決賽的主力框架。而阿根廷主教練斯卡洛尼必須決定是繼續使用小西蒙尼強化邊路的跑動呢，還是讓德保羅回歸首發。至於老塔羅也有爭奪首發中鋒的可能，但老 K 個人覺得主教練對他的定位就是80分鐘上場，關鍵的時候在對方防線最疲憊的時候，利用老塔羅充沛的體能和像公牛一樣的衝擊力解決問題。對了，雙方的主教練呀非常有意思。2017年阿根廷主教練斯卡洛尼剛剛結束球員生涯不久，他在西班牙足協的教練學院學習，德拉夫恩特正是他當時的導師之一。斯卡洛尼後來回憶，德拉夫恩特對參加教練課程的年輕教練們幫助非常大，而德拉夫恩特本人呢，現在反過來稱這位過去的學生斯卡洛尼現在是教練中的大師，兩個人都已經分別成為歐洲冠軍和美洲冠軍教練。另外，斯卡洛尼和西班牙的關係遠超一張教練證書，他的妻子埃里薩·蒙特羅是西班牙人，孩子出生在西班牙，一家人也長期定居在馬略卡。球員時代，他曾經效力過西甲的拉科鲁尼亞、桑坦德竞技和馬略卡隊。他自己也為西班牙進入決賽感到非常高興，因為斯卡洛尼在西班牙生活，也有西班牙的家人。但是在決賽中，他一定會竭盡全力幫助阿根廷獲勝。那麼在阿根廷戰勝英格蘭以後，有部分的阿根廷球員展示了寫有"馬島是屬於阿根廷的"這樣的橫幅。有英國的政府官員說，這個舉動完全不合適，希望國際足聯展開調查。老 K 認為，國際足聯不會有什麼處罰決定。那麼這場比賽的戰術對位最大的看點，西班牙右路和右側的內部。西班牙隊最具威脅的區域仍然是亞馬爾所在的右路，他可以沿邊線單挑，也可以內收到右側的內部和奧爾莫、波羅形成三角形配合。阿根廷隊如果只讓塔利亞菲科單獨的防守，那很容易被亞馬爾利用自己啟動速度。但如果利桑德羅·馬丁內斯頻繁過來協防，奧爾莫又可能在中路獲得接球的空間。所以預計麥卡里斯特或者左側的前鋒需要大量的回撤。第二個重點在梅西接球的區域和對方羅德里的選擇，球王梅西仍然會從右路或者中路回撤，不斷尋找西班牙中場和中後衛之間的線間區域。這時候羅德里的難題是，如果你跟得太深，會破壞西班牙整體中場的位置；如果不跟，梅西可能拿球轉身直接面對中後衛。而如果西班牙的中後衛主動上搶，又會給阿根廷其他的球員，像阿爾瓦雷斯或者老塔羅留下身後巨大的空間。所以西班牙队更可能通過羅德里封鎖傳球的線路，再由庫巴西和拉波爾特選擇性的前頂，而不是固定安排一個球員全場去貼身防守梅西。第三個重點，阿根廷選擇在什麼時候主動的高壓。西班牙的中後場出球體系極為穩固，以門將烏奈西蒙、2名中後衛還有後腰羅德里為核心。阿根廷如果持續的高壓逼搶，會消耗大量的體力，尤其對梅西來說，這是不值得的，很可能讓西班牙在越過自己第一層防線後形成以多打少。所以更加現實的策略是階段性的壓迫，在哪些時間段，在西班牙隊回傳門將或者邊後衛背身接球的時候，或者羅德里被遮擋的時候，突然加速逼搶，這是一個巨大的看點。第四個重點，西班牙在控球以後的對防守反擊的保護。他們在半決賽對法國的時候表現出極強的控場能力，但是阿根廷的反擊傳球的組織核心是梅西，第一腳向前傳球的質量很可能高於法國隊半決賽的發揮。那麼當西班牙隊的波羅和庫庫雷利亞同時壓上的時候，他們必須保證有至少3名球員留在後面。而阿根廷最希望出現的畫面是梅西接到解圍後的第二點，立刻尋找阿爾瓦雷斯或者老塔羅或者邊路的縱深。第5個重點仍然是定位球，特別是如果戰平進入點球大戰，阿根廷門將馬丁內斯擁有非常突出的撲點球的聲譽，但這也不意味着阿根廷必然在點球大戰中取勝，因為西班牙的烏奈西蒙同樣也經歷過國家隊大賽的點球局，到時候罰球人的選擇、罰球的順序、體能和雙方心理狀態更為關鍵。那麼這一場咱們關注西班牙隊中鋒奧亞薩瓦爾。首先他的身高在足球運动員裡算矮的，只有大概1.75到1.78米，但是奧亞薩瓦爾從小擁有一雙碩大無比的腳，他是穿歐洲尺寸47.5碼，英國尺寸13碼。在西班牙呀，大腳的球員有時候會被開玩笑的稱為帕托索，意思是像鴨子一樣走路，比較笨拙。但是奧亞薩瓦爾進入皇家社會的青訓營的時候，教練和隊友們都被他的超級大腳驚呆了，
直接叫他 Big Foot 大腳怪。奧亞薩瓦爾自己也承認啊，是的，這是真的，我擁有西甲聯賽裡最大的球鞋，很多人對此都很好奇，但我從小到大早就習慣了。所以這雙大腳不僅沒有讓他顯得笨拙，反而成了奧亞薩瓦爾護球和變向時的獨特的武器。他是出生在巴斯克地區的工業小鎮埃瓦爾，小時候最着迷的就是在恩薩加廣場上的石板路上踢街頭足球。奧亞薩瓦爾曾經回憶，那個時候小孩子們聚在一起踢球啊，根本沒有什麼人會去聊身價呀，還有低年齡段的轉會呀，只要放上2根柱子當球門啊，哪怕一個再破爛的足球，比賽隨時隨地都能開始。這是純粹的街頭足球的環境，培養了他極強的身體對抗能力，還有非常接地氣、低調的性格。這一點咱們題外話呀，過去的克魯伊夫就非常強調，街頭足球是培養球員的創造力、球感和決策能力最好的東西。克魯伊夫有句名言，街頭足球比訓練有素的好教練更加重要。這是因為在狹小沒有規則的街頭環境中，球員必須依靠自己個人獨立的智慧和技術去擺脫困境，這種本能和靈性是沒有辦法在正規的戰術黑板上教出來的。而且現在越來越多的球迷感嘆，如今的球員越來越同質化，一個個像流水生產線生產出來相同的產品一樣，踢着同樣的足球類型，讓人乏味。所以克魯伊夫認為，現代足球過度的依賴教練的戰術板，而在街頭踢球的時候，沒有成年人在場邊指揮，小球員們必須學會自己去觀察場上的局勢，尋找空間，並且在一瞬間做出決斷。這樣的即興發揮的能力，正是頂級球星身上那些無法被電腦數據所量化的天賦。而且街頭的場地往往堅硬，並且崎嶇不平，比如是水泥地或者停車場，這就迫使小孩必須磨練出更細膩的腳下技術。當瘦小的孩子和強壯的對手對抗的時候，為了避免摔倒受傷，他們會下意識提升自己的帶球的頻率、護球的能力和空間的感知。所以克魯伊夫推崇的是全攻全守的足球類型。他認為足球首先是一場表演，應該隨時隨刻帶給觀眾和所有參與者一種純粹的快樂。克魯伊夫經常感嘆過，隨着現代足球商業化的發展和街頭場地的減少，孩子們已經失去了在无拘無束的環境中享受比賽的機會。正是源於此，為了傳承街頭足球的精神，克魯伊夫基金會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許多克魯伊夫球場。這種克魯伊夫球場非常獨特，通常是建設在建築密集、缺乏運動空間的社區裡面。核心理念就是把被城市化蚕食的街頭遊樂場重新還給孩子們。標準的克魯伊夫球場長寬只有42米乘以28米，這個面積僅僅是正規11人制足球場的1/6左右，大概就相當於歐冠比賽中一個大禁區的面積。而且四周由高強度的藍色的鋼圍欄封閉，兩側通常高4米，長邊高1米。橙色的球門就直接嵌入在圍欄的網格中，融為一體。這也就是完全模仿街頭足球踢牆配合的玩法。球撞擊到圍欄不會出界，比賽幾乎就沒有死球和中斷，節奏極快。好，咱們說回大腳怪奧亞薩瓦爾。他從小和家人的感情極深，小時候全家人最主要的休閒方式就是坐在一起看球，特別是看世界杯或者歐洲杯的轉播。而由於對家鄉和家人極度的依戀，奧亞薩瓦爾在14歲加入皇家社會以後，即便成名，也多次拒絕了其他歐洲超級豪門的邀請。他一直很堅定的就留在這家巴斯克俱樂部，也成為現代足壇極少有的一人一城的代表。而且咱們奧亞薩瓦爾又是一個極少數拿到了大學本科文憑的學霸，他的專業是商業管理和行政學位，這完全歸功於他的父母從小對他的嚴格教育。小時候，特別是他的父親立下過一條鐵律，只要有一門功課不及格，立刻停止去皇家社會青訓營訓練。這樣的壓力讓奧亞薩瓦爾從小就變成了時間管理大師。2016年已經19歲的他，在皇家社會一線隊坐穩了主力位置。但是在西甲如此高強度訓練比賽的周中，父母依然堅持讓他去埃瓦爾的德烏斯托大學上課。所以這個周末在電視裡面突破皇馬防線的西甲的新星，周一早晨就要背着雙肩包，像普通的大學生一樣，在大學階梯教室裡趕筆記或者期末複習。而2021年奧亞薩瓦爾正式畢業的時候，父親母親比看到他拿國王杯的冠軍還要更高興。所以咱們的大腳怪特別戀家。在歐洲，許多職業球員只要簽下第一份職業合同，賺到第一桶金，立刻就會搬出家門，購買自己的豪車和獨立別墅。可奧亞薩瓦爾完全相反，在他已經成為西甲名將，身價已經數千萬歐元以後，他依然選擇和父母住在老家埃瓦爾的普通公寓裡面。曾經有記者好奇地問他，為什麼還不搬出來住呢？
他非常自豪地說，因為我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是最舒服的，而且我媽媽做的飯菜是全世界最棒的，我離不開她做的家常菜。直到後來奧亞薩瓦爾結婚以後，為了更方便照顧自己的家庭，他才搬進了新的住所，但是依然每天頻繁地和父母通電話或者見面。2019年，年僅22歲的奧亞薩瓦爾因為作風過分的沉穩，已經被任命為皇家社會的副隊長。可是隊友曾經開玩笑爆料啊，這位在球場上指揮若定、怒吼裁判的硬漢隊長，在更衣室裡給媽媽打電話的時候，卻溫柔得像個小綿羊。無論是客場比賽贏球還是輸球，他坐上大巴第一件事總是給媽媽發短信報平安，匯報自己今天吃的怎麼樣啦，有沒有受傷呀。這個所謂的硬漢隊長像個小小的媽寶男，巨大的反差感。小時候他在家裡面球不離腳，甚至在狹窄的走廊也要練習帶球和射門，所以經常把牆壁踢髒，或者把花瓶裝飾品踢碎。為此總是和父母發生爭吵挨罵。於是每次在家裡惹了禍，面臨父母的男女混合雙打的時候，或者被罰不准再去踢球的時候，他都會跑到爺爺奶奶家裡避難。爺爺奶奶總是無條件站在他這邊，非常寵溺地幫他打掩護，一邊瞞過嚴厲的父母，一邊給他塞各種好吃的。要知道在巴斯克地區，家庭的傳統非常注重隔輩親，所以爺爺奶奶們的縱容讓小時候的奧亞薩瓦爾的足球熱情沒有被熄滅。小時候的大腳怪不僅愛踢球，還極度好動，精力旺盛到全家人都吃不消。爸爸沒有辦法，為了讓他回家後能夠老老實實睡覺，不再折騰家裡的家具了，於是全家人商議以後，硬生生給奧亞薩瓦爾報了一個柔道班。初衷呢是想通過摔跤把兒子的電量耗盡，結果沒想到奧亞薩瓦爾去了柔道班，反而越玩越精神。回家以後繼續抱着足球踢到深夜，最終全家人沒辦法，只好隨他去了。另外，咱們大腳怪還有一個感情非常深的親妹妹埃萊尼。小時候奧亞薩瓦爾踢街頭足球的時候，不僅父母要去看，有時候妹妹也被拉去當現場的觀眾或者撿球的球童。雖然妹妹有時候也會抱怨說哥哥搶走了電視機的體育頻道，但是當奧亞薩瓦爾14歲離家去皇家社會青訓營的時候，妹妹是哭得最傷心的一個。後來奧亞薩瓦爾成名以後，為了不讓妹妹的生活受到狗仔隊的打擾，他從來不在公開的社交平台上發妹妹的正臉照，但是在皇家社會的重大奪冠慶典，他總會第一時間把妹妹拉到球場中央，把金牌掛在妹妹的脖子上一起合影。小時候奧亞薩瓦爾出生在埃瓦爾，按理說應該順理成章進入家鄉球隊埃瓦爾足球俱樂部的青訓體系，但其實在他14歲之前，一直在家鄉一支叫學生隊的業餘球隊踢球。當時埃瓦爾俱樂部的球探也來看過他的比賽，但由於他身材沒有完全長開，再加上那雙引人注目的大腳，讓他看起來有點不太協調，所以埃瓦爾隊並沒有立刻簽下他，反而是距離更遠的皇家社會的球探一眼看中了這個長相樸實但球商極高、雙腳護球極穩的少年。皇家社會直接將他帶回了著名的蘇比埃塔青訓營。後來奧亞薩瓦爾在西甲大紅大紫，甚至反過來在比賽中經常攻破埃瓦爾的球門，這也讓家鄉球隊的球迷和教練們後悔不已呀。14歲剛剛進入皇家社會的青訓營，奧亞薩瓦爾並沒有直接住進俱樂部的宿舍，因為他的父母堅持認為孩子太小了，不能離開家庭的陪伴和管教。而從他的家鄉埃瓦爾到皇家社會的訓練基地聖塞巴斯蒂安，單程就有大概50公里的路程。可為了滿足俱樂部高強度的訓練，也同時不要耽誤他在老家上學，父母在長達2-3年的時間，每天都風雨無阻開車接送他往返。而每次訓練完在回家的車上，奧亞薩瓦爾已經累得筋疲力竭，但他必須在後座微弱的燈光下，借着汽車的顛簸寫作業背書。而這種青訓經歷不僅沒有讓他產生叛逆心理，反而讓他格外的感恩父母的付出。這也是後來為什麼成名以後堅決不搬出父母的家，成為了足壇孝子的根本原因。而在青訓營的時候，教練們對他最大的頭疼點不是他的技術好不好，而是奧亞薩瓦爾的性格實在太好了。青年隊時期，大腳怪就技術全面，既能踢邊鋒也能踢中鋒，但他有個習慣，只要看到隊友的位置稍微好一點，哪怕自己已經跑出來絕對的單刀機會，他也一定會選擇把球傳給隊友，讓隊友去破门進球。所以當時的青訓教練為了糾正他這個毛病，甚至在訓練賽中給他下過死命令，在禁區內你除非逼不得已，否則不准傳球，必須你自己射門。教練告訴他，一個頂級的前鋒必須帶有一點殺手的自私。也正是這種青訓時期的改造，才讓他在日後的職業生涯，包括國家隊，
成為一個既能夠助攻也能夠完成致命絕殺的頂級攻擊手。2016年2月，年僅18歲的奧亞薩瓦爾在對陣西班牙人隊的比賽攻入了自己在西甲的處子球。而搞笑的是當時他因為剛剛從 B 隊緊急提拔上來，一線隊甚至還沒來得及為他定制專屬的西甲標準的尺寸的球衣和裝備，所以就穿着一件非常鬆鬆垮垮、印着梯隊號碼的球衣，完成了震撼西甲的處子秀。比賽一結束，各大媒體的長槍短炮立刻圍住了這個長着青春痘、穿着大號球衣，而且擁有 47.5 碼超大的足球鞋的羞澀的男孩。這也是當年西班牙足壇的一段佳話，並且在皇家社會的蘇比埃塔青訓營，由於皇家社會的政策非常注重本土和團隊凝聚力，所以他的隊友們幾乎是一起長大的。從他那一屆的青訓梯隊以及後來的 B 队中，和他成為終生摯友，並且最終一起在西甲和西班牙國家隊成名的球星，還有這麼幾位。跟他關係最鐵的密友，中場球員盧卡斯·桑加利。這兩個人當年在青訓營都是著名的異類。奧亞薩瓦爾在踢西甲的時候，同時讀完了德烏斯托大學的商業管理學位，而桑加利也同樣厲害，他攻讀的是機械工程學位。由於兩個人都堅持要讀完大學，所以在青年隊的時候，他們經常在訓練結束後一起抱着厚厚的專業書去圖書館複習。桑加利後來回憶道，如果其中一個人因為一線隊的突發訓練而在上學的時候遲到，那麼另一個人則會在大學課堂上幫對方簽到記筆記，互相打掩護，度過了快樂的大學時光。另外第二位後腰伊戈爾·蘇貝爾迪亞，這是奧亞薩瓦爾在皇家社會青年隊和 B 隊的時候形影不離的戰友。兩個人都是1997年出生，他們幾乎是同一時期2015到16年被提拔進了皇家社會一線隊。時至今日，兩個人都是俱樂部的骨幹，也是更衣室裡面話不多但極有威信的死黨。第三位阿爾瓦羅·奧德里奧索拉，這名右後衛後來轉會皇馬、拜仁慕尼黑，最終又回到了皇家社會，也是奧亞薩瓦爾在青年隊時期的親密夥伴。還在青年隊和 B 隊的時候，奧亞薩瓦爾有時候踢右邊鋒，奧德里奧索拉就踢右後衛。兩個人在場上經常有直接的連線和互動，場下的友誼也很深厚。即便後來奧德里奧索拉轉會去了大俱樂部，兩個人在西班牙國家隊重逢，也依然是最親密的玩伴。第四位埃梅恩·穆尼奧斯，他倆年紀相仿，在青年队的客場比賽中經常被教練分配在同一個房間。穆尼奧斯曾經開玩笑說，奧亞薩瓦爾的大腳不僅在場上很好用，在房間裡哪怕不小心踢到床了，那動靜都比別人的大得多。所以皇家社會它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傳統，他們的青訓基地不輕易招收巴斯克地區以外的年輕人，所以這群從小一起在聖塞巴斯蒂安的泥地裡打滾長大的巴斯克孩子，直接將青訓營的友誼帶進了一線隊。這也是為什麼現在的皇家社會被稱為西甲最有兄弟情誼的球隊。好，還有在大腳怪讀大學的時候，2016年左右，當時19歲的奧亞薩瓦爾年薪已經可以輕鬆地買下豪宅了，但他為了能夠順利完成學業，做出了一個讓媒體目瞪口呆的決定。他去大學的校園附近和3個完全不踢球、讀同一個專業的普通大學生合租了一套學生公寓。他自己後來回憶，那段合租的時光對他而言極其珍貴，而且非常積極。回到公寓以後，學友們都在挑燈夜戰，為高數經濟學頭疼。這種濃厚的學術氛圍讓奧亞薩瓦爾瞬間從西甲的球星身份中剝離出來，腳踏實地地回歸普通人的生活。室友們也在學習上給了他極大的支持，而他也經常和室友們分攤家務。他的大學4年生活完全是靠着魔鬼般的自律和組織能力撐下来的。他當時的標準作息是上午參加皇家社會一線隊高強度的戰術和體能訓練，中午在基地洗個澡，下午立刻埋頭栽進大學圖書館或者教室看書記筆記。很多時候連續的訓練讓他筋疲力竭，根本不想再學了。但他總是告誡自己，人生除了足球，必須準備另一條備用的出路，因為你永遠不知道球場上的未來會發生什麼，例如像傷病等等。所以正是帶着這種危機感，他硬是一門一門啃下了財務會計、統計學，還有市場營銷等等課程。而在西班牙的大學，教授們可不會因為你是國家隊球星就給你的期末開綠燈。所以在西甲踢客場比賽的時候，當其他隊友在大巴車或者包機上打遊戲、刷社交媒體，這時候奧亞薩瓦爾通常是拉下小桌板，掏出厚厚的大學教材和備考資料開始複習。而有好幾次周中剛剛踢完西甲關鍵的比賽，第二天清晨，隊友們還在睡懶覺，奧亞薩瓦爾就已經背上雙肩包，
行色匆匆地立刻趕往大學考場參加期末的閉卷考試。正是經過這樣4年的堅持，2021年秋天，他正式從德烏斯托大學畢業。由於他成功地兼顧了頂級的職業體育和高等的學術研究，2021年11月，他還獲得了聖塞巴斯蒂安市長親自頒發的德烏斯托體育價值觀獎。當時皇家社會的俱樂部高層和父母都全部到場，大家都說這個4年的本科畢業證含金量完全不亞於他櫃子裡那任何一枚沉甸甸的獎牌。所以大腳怪現在是全西班牙孩子們的終極榜樣。他用實際行動向年輕人證明了踢球和讀書絕對可以做到2不誤。對了，還有一次周中的比賽日，皇家社會去踢了客場比賽，奧亞薩瓦爾作為主力踢滿全場，回到學生公寓的時候已經是凌晨3、4點鐘了。由於室友們並不知道他具體幾點能到家，而大家平時都有睡前反鎖大門的習慣，所以當疲憊不堪的奧亞薩瓦爾掏出鑰匙開門的時候，發現門被死死鎖住了。當時他在門口瘋狂地摁門鈴、拍門，但屋裡的室友們因為白天太累，全都睡得跟死豬一樣，根本沒人聽到。最後的最後，這位身價數千萬歐元的西班牙國腳在公寓門口欲哭無淚，實在沒辦法，只能在凌晨4點硬着頭皮給俱樂部的隊友打電話，緊急開車去隊友家裡借宿了一晚。直到第2天室友們醒來，才發現他在群裡面發了無數條搞笑的求救信息。哈哈。還有一點，奧亞薩瓦爾選擇和普通學生合租，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就是在學業上可以抱大腿。那麼儘管他已經是時間管理大師了，還是由於各種比賽、各種課場的拉練，難免會漏掉一些大學的財務或統計學課程。而室友們非常講義氣，只要奧亞薩瓦爾出去踢比賽，室友就會在階梯教室幫他認真記2份筆記，等他深夜回來又毫無保留地借給他複習。而作為回報，奧亞薩瓦爾除了和大家平攤家務和房租以外，最常做的就是帶室友們去皇家社會的主場看免費的西甲 VIP 包廂的比賽。所以有個室友曾經開玩笑，這筆買賣太划算了，我只是借了他幾頁高數筆記，他居然帶我去看了皇家馬德里的比賽。嘿嘿。對了，在大學的圖書館複習期末考的時候，奧亞薩瓦爾從來不搞特殊，他會和普通學生一樣，戴一個兜帽的衛衣，把頭埋得很低，塞着耳機，死磕經濟學的課本。有時候隔壁桌的同學看起來非常眼熟嘛，會走過來試探性地問他，打擾一下，請問你是皇家社會的奧亞薩瓦爾嗎？每到這種時候，為了不打擾圖書館安靜的氛圍，奧亞薩瓦爾總是露出一副憨厚無辜的表情，故意壓低聲音開玩笑道，很多人都說我長得像他，但我不是，我只是個正在為微積分頭疼的普通的學生。哈哈，正是靠着這種裝聾作啞的本領，他總能成功化解被圍觀的尷尬。而這大學4年，除了必不可少的上課以外，奧亞薩瓦爾幾乎從不參加瘋狂的酒精派對或者夜生活。許多他大學的同學接觸後發現，大腳怪除了踢球就是看書，日常代步甚至只騎一輛普通的共享單車或者步行。正是這種極度自律而且和普通人沒有兩樣的校園經歷，當他從大學畢業的時候，贏得了全體教授和同學發自內心的尊重。另外，上大學的時候，他的室友們和同班的同學也經常會在下課後去學校的逆天水泥球場踢一踢隨意的野球。但是按照西甲俱樂部的鐵律，職業球員是絕對不允許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參加任何業餘比賽的，因為水泥地很容易導致腳踝扭傷或者十字韌帶斷裂，這就是俱樂部資產的重大損失，相當於你嚴重違約呀。所以通常奧亞薩瓦爾就只能搬個小板凳，坐在場邊吃着零食，邊看邊指點江山當觀眾。但是年輕人哪有不手癢的？同學們爆料有幾次在周圍沒有其他路人或者圍觀學生的情況下，奧亞薩瓦爾實在憋不住了，他就穿着普通的運動鞋和牛仔褲偷偷溜上場，和同學們踢個5分鐘10分鐘的。結果有一次他正在水泥球場上秀腳法，把普通大學生過得人仰馬翻。突然有同學大喊，我靠，那不是皇家社會的助理教練嗎？他好像往這邊走過來了。嚇得奧亞薩瓦爾臉色煞白，甚至連球鞋都顧不上踢連滾帶爬，直接翻过球場的鐵絲網，一溜煙跑回了圖書館。後來發現只是虛驚一場，那只是一個長得很像教練的大學教授。這件事把同學們當場笑翻，成了德烏斯托大學經久不衰的老梗。另外，奧亞薩瓦爾為了過癮，乾脆將自己的工商管理技能和西甲戰術直接結合在一起，降維打擊。在校園的比賽中，他報名成為了班級業餘球隊的代理主教練。同學們回憶，當時奧亞薩瓦爾對待院系比賽極其認真，
他會像皇家社會一線隊主教練伊瑪諾爾那樣，在更衣室的黑板上給這群連停球都停不好的普通大學生畫3後衛高位壓迫的戰術，還會在場邊扯着嗓子瘋狂怒吼。在他的硬核指揮下，他們班級的球隊在當年學校的業餘杯賽表現極其神勇。同學們紛紛調侃，我們班大概有全世界唯一一個由西班牙國腳前鋒親自執教的業餘菜鳥隊。另外，奧亞薩瓦爾還利用自己的身份給學校的足球社團謀了不少福利。他偷偷的從俱樂部訓練基地順出來不少一線隊的官方訓練用球，還簽上了自己和皇家社會全隊的簽名，送給學校裡一起踢球的哥們兒。後來俱樂部高層在電視新聞看到德烏斯特大學的體育部正展示皇家社會的官方簽名球，還一度納悶這些球是怎麼流出去的。最後查到是奧亞薩瓦爾頭上，俱樂部也只能哭笑不得，放他一馬。那麼2019年，奧亞薩瓦爾從德烏斯特大學拿到 AD1 工商管理學士以後，立刻將書本上的知識運用到現實的商業世界。他可沒有将資產交給那些外部的理財機構，他是選擇親自下場，建立了一套極具有巴斯克本土特色而且家族式的資產管理版圖。2019年，就在他大學畢業的同一年，年僅22歲的奧亞薩瓦爾迅速的學以致用，在老家埃瓦爾注冊成立了自己第一家核心資產管理公司，並且注冊資本金高達240萬歐元。這對一個22歲的年輕人的初創公司來說可謂天文數字。這也充分展現了他將自己足球上的薪水迅速轉化為商業資本獨到的眼光。而這家公司的核心業務是國家和國際有價證券、房產還有其他企業股權的購買、持有和銷售。在公司裡，奧亞薩瓦爾就是唯一的控股股東和法人代表，他也沒有聘請華爾街的職業經理人，而是只聘請了自己最信任的2個家庭成員，其中一位還是自己的父親。所以這種球星出資學霸掌舵，父親管賬這樣的家族企業模式，不僅規避了暴雷的風險，還把管理權牢牢握在自己手裡。隨着資金積累和管理經驗日益成熟，2025年1月，他再度出手，創立了第2家全資子公司。這家公司同樣扎根在巴斯克本土，專門用來收購、持有和經營其他的跨界企業的股份和資產。通過第2家公司，他進一步的把資金的觸角延伸到巴斯克本地極负盛名的風情小鎮的餐飲業，還有精品的酒店和房地產項目。這跟許多球星喜歡投資虛無縹緲的加密貨幣呀、高風險的科技初創公司或者海外的奢侈品店完全不同。奧亞薩瓦爾的投資風格非常務實，他的投資幾乎全部集中在聖塞巴斯蒂安和埃瓦爾本地的優質的房地產、傳統的巴斯克高檔餐廳，還有一些生活實體的企業。在接受採訪的時候，他很少吹噓自己的商業帝國，他是用大學學到的風險控制理論指導自己投資一些能看得見摸得着的本土實體經濟。所以說他的商科畢業證絕不是混出來的。他現在既是皇家社會的第1隊長，也是自己人生的下半場商業帝國的硬核 CEO。那麼奧亞薩瓦爾和自己妻子埃尼霍亞的愛情故事同樣是一股清流。他們2個人都出生在埃瓦爾的小鎮，從青少年時期就已經相識，而且相戀。那時候奧亞薩瓦爾還只是皇家社會青訓營一個默默無聞、腳還非常大甚至有些笨拙的普通男孩。而後來當奧亞薩瓦爾在西甲聯賽和大學的商科裡兩頭奔忙的時候，埃尼霍亞也頂着巨大的課業壓力攻讀醫學，最後成功畢業，成為了一名職業醫生。而埃尼霍亞從不依附於球星男友的光環，奧亞薩瓦爾確實百萬年薪，可埃尼霍亞依然在醫院裡腳踏實地的值夜班治病救人。22年3月，奧亞薩瓦爾遭遇了職業生涯最沉重的打擊，膝蓋十字韌帶重傷斷裂，不得不遠離賽場長達9個月，這也讓他遺憾地錯過了22年卡塔爾世界杯。在他退下球場拄着拐杖最痛苦的一段日子裡，埃尼霍亞推掉了許多自己的工作，全心全意陪伴在他身邊，利用自己的醫學专業背景，不僅在生理上給奧亞薩瓦爾提供了最科學的康復建議，還從心理上成為他唯一的避風港。也就是在經歷那次重傷以後，22年10月，兩人在聖塞巴斯蒂安低調地舉辦了婚禮，沒有邀請太多媒體，只是叫來了最親密的家人、兒時的好友，還有幾位皇家社會的隊友。在一個極具巴斯克傳統、充滿了淚水和感動的儀式中，2人結為夫妻。而且埃尼霍亞和傳統那些球星太太玩社交媒體的作風恰恰相反，為了不給自己的醫生工作帶來困擾，也為了保護隱私，埃尼霍亞的個人社交賬號常年保持私密的狀態。奧亞薩瓦爾也很少在公開的平台秀恩愛，
只有在結婚紀念日或者兒子出生等等極其重要的日子才會發1-2張合照。可平時在聖塞巴斯蒂安街頭，大家經常能看到他倆穿着最普通的衛衣和運動鞋，像尋常小夫妻一樣牽着手散步或者去超市買菜。23年12月，他們迎來了第一個孩子兒子馬丁的出生。而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賽場，奧亞薩瓦爾代表西班牙隊進球後，興奮地把足球塞進球衣裡，做成大肚子的形狀。這也是向全世界驕傲地宣布，埃尼霍亞又懷孕了。他們的第2個寶寶幾個月後就會來到這個世界。而在2年前24年的歐洲杯決賽，西班牙隊2-1戰勝英格蘭後，替補登場的奧亞薩瓦爾在第86分鐘打入絕殺進球，成為奪冠的英雄。當時的奪冠慶典開始以後，球場對球員家屬開放。平日非常低調，常年不公開露面的埃尼霍亞，抱着他們當時還不滿1歲的兒子馬丁，微笑着走進了柏林奧林匹克體育場的草坪。而奧亞薩瓦爾從領獎台上接過了歐洲杯冠軍金牌後，走回場地中央。他沒有選擇自己戴着，而是第一時間摘下金牌，親手掛在了妻子埃尼霍亞的脖子上。這對他們來說也是22年那一次膝蓋十字韌帶斷裂的毀滅性重傷之後，小兩口苦盡甘來呀。奧亞薩瓦爾在歐洲杯決賽一劍封喉以後，也用這樣的舉動告訴全世界，如果沒有這位堅強偉大的女醫生的妻子在低谷時期的撐傘，也就不會有站在歐洲之巔的國家隊英雄。對了，當時他們的兒子馬丁也成為全場焦點。小馬丁叼着個奶嘴，戴着大大的防噪音耳罩，對着周圍數萬人的歡呼聲一臉懵逼。而奧亞薩瓦爾一只手緊緊摟着妻子，另一只手把兒子抱在懷裡，把頭埋在了妻子的肩膀上。西班牙媒體當時評價說，奧亞薩瓦爾雖然是西班牙隊的終結者，但在妻子和兒子面前，他卸下了所有鋒芒，變回了那個最樸實、最依賴家庭的巴斯克男孩。除此之外，咱們的大腳怪，他不僅是皇家社會球隊的第1隊長，而且在俱樂部還留下過許多讓人心生敬意的故事。2019年，曼城主教練瓜迪奧拉為了尋找薩內的替補，盯上了22歲的奧亞薩瓦爾。曼城表示願意直接砸下7500萬歐元的違約金，還給奧亞薩瓦爾開出了在皇家社會3倍以上的超級年薪。與此同時，皇家社會的同省死敵比爾巴鄂競技也揮舞着支票本，想要挖走他。但面對這2份足以改變一生的巨額合同，奧亞薩瓦爾不僅口頭拒絕，甚至為了表明心志，直接和俱樂部續約到了2024年，後來繼續延長。他在更衣室的群裡跟隊友開玩笑說，外面實在太吵了，我還是留在家裡吃媽媽做的飯吧。2021年，皇家社會在延期舉辦的西班牙國王杯決賽擊敗死敵比爾巴鄂競技奪冠。當時奧亞薩瓦爾頂住巨大壓力發入了制勝的點球。奪冠以後，整個皇家社會的更衣室徹底瘋了。就在那一次賽後的官方新聞發布會上，本來應該保持教練威嚴和體面的主教練伊馬努爾突然失控了。他當着全歐洲記者的面，直接脫掉了西裝外套，換上了皇家社會的官方球衣，像個瘋子一樣揮舞着拳頭，扯着嗓子大喊對歌。當時身為隊長的奧亞薩瓦爾在台下看着這一幕，不僅沒有覺得尷尬，反而笑得像個孩子。他後來透露，伊馬諾爾平時在訓練場上就是這麼的純粹和狂熱，他把對巴斯克家鄉、對這群青訓孩子的愛完全融入到了骨子裡。他說，當你的教練願意為你這樣瘋狂的時候，你在場上就真的願意為他拼掉最後一口氣。所以每當大腳怪在俱樂部的进球數據或者場上表現陷入低谷的時候，主教練伊馬努爾總會在新聞發布會上開啟護犢子的模式。他曾經多次霸氣地公開表示，我會永遠捍衛奧亞薩瓦爾，他為這支球隊付出的無形資產遠遠超過了進球的數字。等有一天他不在了，大家才會意識到他對皇家社會意味着什麼。2025年夏天，伊馬諾爾因為各種因素宣布離任，結束了他在皇家社會長達數年的輝煌的執教生涯，前往沙特聯賽執教。離別之際，包括奧亞薩瓦爾，包括蘇比門迪等等這群青訓的孩子感到極度不捨。奧亞薩瓦爾後來多次在採訪中回憶恩師，表達了對他深深的感激和他離開之後的不適應。至今，大腳怪在國家隊的堅韌和老辣依然深深帶着伊馬諾爾當年留給他的烙印。隨着換了新的主教練，奧亞薩瓦爾在皇家社會的位置也發生了顯著變化。他已經從職業生涯早期的純邊鋒徹底進化為一名全能的攻擊手，能夠勝任9號位中鋒或影子前鋒或攻擊型中場。本賽季表現極其出色，不僅首發出戰30場比賽，更打入了15粒聯賽進球，位列西甲射手榜第7位。這次世界杯他已經打入了5粒進球，
追平了過去由1986年的布特拉格諾，還有2010年的大衛比利亞保持的西班牙球員單屆世界杯進球最高紀錄，而且也超越了比利亞單賽季為國家隊打入13球的紀錄，成為西班牙歷史上單賽季進球最多的球員。目前在整個杯賽射手榜上位列第6，接下來就要看最後一場對阿根廷的決賽，大腳怪能不能進球。那麼今天咱們站在西班牙的角度，在決賽前一天，老 K 會站在阿根廷的角度再做一篇賽前預測，歡迎大家到時候觀看。好，今天的重磅新聞，在阿根廷隊2-1逆轉英格蘭後，除了球場上的熱烈慶祝，賽後還有個有趣的細節。在英格蘭球員失落的時候，阿根廷球員卻在草坪上發現了英格蘭門將皮克福德的水瓶，這是英格蘭門將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點球大戰做的細緻準備。他在自己的水瓶上貼了一張紙，寫着阿根廷球星主罰點球的相關提示。而鏡頭拍到尼科·岡薩雷斯·梅西和後衛塞內西在慶祝過程中都在仔細地研究這個水瓶。根據唇語專家的解讀，尼科·岡薩雷斯說：“看看我發現了什麼，上面有關於老塔羅·胡里安的筆記。”梅西說：“什麼？這些筆記是什麼意思？”塞內西，你來讀讀，你會英語。塞內西說：“這裡寫着門將應該往哪邊撲，給你的，梅西。這裡寫的是假裝你會往左，但要往右撲。”梅西說：“門將確實很仔細地研究了我是怎麼罰點球的。”最後，阿根廷的體能教練路易斯·馬丁也添了一把火。他在自己的社交媒體曬出了這隻著名的水瓶的照片，並配上一句簡短的文字：“真遺憾，朋友，我們的計劃不一樣。”而這連續4場驚心動魄的淘汰賽，阿根廷都是在90分鐘後才解決了戰鬥。不過兩隊上一次交手在2018年3月一次國際友誼賽，西班牙最終6-1大勝。他們也是最近一支單場對阿根廷打進過6個球的球隊。過去的歷史上只有5支球隊做到過這一點。目前球王梅西的多項數據暫列世界杯球員榜單第1位，全線飄紅，包括8個進球沒有點球，和姆巴佩並列第1，而姆巴佩其中有1個點球。在成功過人榜上，梅西暫時24次成功過人，力壓西班牙天才亞馬爾。在創造機會進球和關鍵傳球榜上，梅西也分別以8次創造進球機會和26次送出關鍵的傳球位列第1。此外，在成功的傳中榜上，梅西也以19次暫列第1。並且在成功的地面爭搶榜單上，梅西同樣以50次暫列第1。除此之外，他還有許多數據暫列第2，比如總助攻榜上，他的4次助攻暫時落後於法國球員奧里塞的5次。在射正榜上，梅西18次，暫時落後姆巴佩19次。在被犯規榜上，梅西的16次暫時落後於多庫的18次。可以說39歲梅西的表現是歷史級別的，不僅前無古人，也很可能後無來者。在展望接下來和西班牙的決賽，梅西說：“這一支西班牙隊有多人來自我深愛的巴塞羅那，這讓這場決賽非常特別，因為西班牙是一支非常強大的國家隊，這也是2支球隊都配得上的一場決賽。可值得一提，這一次西班牙和阿根廷會師決賽是馬德里競技俱樂部一個隊就貢獻了9名球員，而巴塞羅那的8名球員成為第2大輸出戶，並且巴薩的這8位全都是西班牙籍。好的，轉會市場，曼聯已經和羅馬隊就法國中場科內的轉會達成協議，將以4500萬英鎊簽下他。這老 K 舉雙手贊成啊！科內是我非常喜歡的球員。這2年美國有部鐵血戰士的電影，好像叫《殺手中的殺手》，是動畫形式的，非常值得推薦。我覺得科內的造型就非常像鐵血戰士。而英格蘭隊主教練图赫爾這邊已經得到英足總的力挺，計劃在未來幾天和圖赫爾溝通，希望他能繼續執教，但最終的決定權在圖赫爾自己。所以感謝您的陪伴，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分享，感謝您的訂閱，咱們明天再見。